2024的国会选举结果跟2025恶意罢免的结果都已经清楚的说明，人民选择的是对执政者的制衡。如果我们要屈从于特定媒体的造谣跟抹黑，我们看到大法官没收国会多数通过的法案，现实竟是如此黑暗，令人三观尽毁。我们所看到的是，执政党拒绝依法编列军人加薪、警消退休金、财政收支划分等等新的预算。但是大概没有几个委员真的去上过新课纲，体验过新的课程。本席就是那个极少数亲身经历过教育改革的年轻世代。我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三民主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没有背诵，也不再需要教条，取而代之的是包山包海的公民课。公民课的内容涵盖社会学、法学、政治、经济，让莘莘学子对于这些社会科学有一个最基础的认识。也因此，我这个世代思想更加开放，抗拒框架，反对顺从，总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面对家父长式的指挥、权力的傲慢、寒蝉效应、击飞城市，我们绝对是挺身对抗，我们绝对抵制到底。我们这个世代都相信民主，我们要求的是透明，我们期待的是制衡。教育改革所引领的社会变迁，理应看到的是多元自由的意见表达，是诚心诚意的政策沟通，是开放包容的领导智慧。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一直都相信台湾的人民值得一个依法行政、权力分立的进步的民主体制。在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体制之中，行政权跟立法权可以意见不同，可以协商，可以辩论，但是依法依程序通过的法案，它就应该被执行，它就应该被贯彻。在这样的体制之中，司法确实可以适时的提供仲裁，但是司法的公信力应该被确保，司法跟政治的界限尤其应该被明确的划分。在这样的体制之中，直接民主的实践，它虽然劳民伤财，却不失为一个解决宪政僵局的手段。但当公投或者是罢免的结果出炉的时候，那应该昭示着为政者该顺应民意，立刻调整施政的方向。但是时到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是执政党不附属立法院依法通过总统公布的法案，公然拒绝依法行政。我们所看到的是执政党拒绝依法编列军人加薪、警消退休金、财政收支划分等等的新的预算。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司法院可以公然的谱写5大于6、3等于0这样奇怪的游戏规则。我们看到大法官造法，大搞实质废死。我们看到大法官没收国会多数通过的法案，公然的为特定的政治立场服务。我们所看到的是台湾的社会经历了一场痛苦与仇恨堆叠的大罢免投票之后，在野党的委员全员存活，但是执政党选择继续耍赖。对于上了这么多堂公民课，听了这么多民主前辈为了民主奋斗故事的年轻国会议员来说，现实竟是如此黑暗，令人三观尽毁。在这样的黑暗时刻，我常常问自己，我应该沉默不语吗？我应该明哲保身吗？我应该顺应这社会逐渐形成的寒蝉效应，放弃抵抗吗？我每次问自己，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我知道，如果身为在野党的一员，如果我们要屈从于特定媒体的造谣跟抹黑，我们如果要屈从于网军的出征跟霸凌，我们如果要屈从于社会的寒蝉效应，那么我们所坚信的民主体制将再也没有重振的希望，我也将愧对我选区的选民2次投票的托付。在这样的政治乱世之中，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在野党必须坚持制衡，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总统弹劾案就是这个态度最具体的展现。很多人说，民进党的席次大概是足以护航，即便我们期待有人起义来归，但几率也不高。就算弹劾案在立法院顺利过关，我们也要送到一个早已沦为政治痉挛的宪法法庭。所以弹劾总统这件事最后好像好难通过。但是我也要说，从公听会各路学者专家的强力批判，到各个立法委员的火力全开，弹劾案从来就无关是否能够真的通过。弹劾案的讨论过程本身就是让社会大众再次思考国政最好的政治照妖镜。今天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看今天在国会的议事堂看到的不是总统亲临现场直球对决展现他的风范，而看到的是民选皇帝的人形立牌。选举的时候，我们的赖总统自信满满，他说他非常乐意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并接受立委的质询。现在不只是国情报告屡屡触礁，连弹劾案的依法说明他都可以摆烂不来。如果赖总统你的领导真的符合多数的民意，你为什么不来？如果我们在野党的杯葛跟抗拒真的背离了人民的期待跟托付，那为什么赖总统你今天不来？当高市早苗愿意以自身的首相之位作为赌注，诉诸民意重新选举的时候，赖总统却连国会的议事堂都不敢踏进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2024的国会选举结果跟2025恶意罢免的结果都已经清楚的说明，人民选择的是对执政者的制衡，而不是对民进党的溺爱。他知道，所以他不敢来。但遗憾的是，
他明明知道，他拒绝承认，他明明知道，却没有能力修正。自从他从政以来，就一路顺风顺水，甚至被称为金孙的赖清德总统，到了今天都不愿意接受自己是少数执政的事实。一直到了今天，他都还坚持自己可以任性妄为，全台湾的社会要围绕着他打转，这当然是民主的哀歌，而我们绝对不能姑息。立法院的审查只是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公听会，我们会善尽在野党的角色，守住制衡的战场。我们也要呼吁所有对未来感到忧虑，对于宪政秩序失衡心怀不满的所有国民朋友，请你们勇敢的站出来，我们走在前面，所以你们不孤单。我们绝对不能向寒蝉效应妥协，我们绝对不能对恶政姑息。我们会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大声的告诉更多人，总统不是皇帝，金孙不配为领袖，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谢谢。